嫁人最怕掉入扶貧式婚姻，女方父母幫忙帶孩子，年底給1萬塊辛苦費，男方父母什麼都沒幫襯，包2000紅包，結果男方說這是區別對待。有網友投稿說自己已經33歲，他說今年5月剛結婚，現在面臨大問題，老公父母是純農民，沒有勞動能力也沒存款，母親眼睛有缺陷，无法幫忙带孩子，我父母雖然也是農民，但有積蓄，身體健康，可以幫忙照顧孩子，而且每個月還能貼補小家庭1000塊。女方提議到時候生了孩子，年底給女方父母1萬，給男方父母2000紅包，男方卻強烈反對，覺得被區別對待。他還理直氣壯地說，結婚前你就知道我家這樣，怎麼還不公平給錢？這句話像刀子一樣扎在他心上。這不是單純的錢的問題，這是典型的扶貧式婚姻，女生是經濟上位者，男生卻成了占便宜的那一方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不仅要你付出，還不准你有任何怨言。这位女生原本以為結婚就是2個人一起努力，沒想到婚後才發現自己要扛起男方整個家庭的重擔。她父母沒有積蓄，沒有勞動能力，未來養老、看病、日常開銷都得靠小兩口。女方父母願意幫忙帶孩子，卻要犧牲自己的晚年生活。她已經很體貼了，提出給自己父母1萬，給對方父母2000的平衡方案，結果男方直接翻臉，這態度讓她徹底寒心。她說結婚前我就知道，這就是我窮我有理。她在留言裡寫道，姐妹們，這種情況真的太常見了。很多女生談戀愛時被愛情冲昏頭，忽略家庭背景的巨大差距，結婚後才發現自己不是嫁給一個人，而是嫁給一個需要被扶貧的家庭。你要出錢出力，還得小心翼翼，照顧對方的自尊，不能抱怨，未來風險更大。孩子出生後，他父母要天天接送、煮飯、照顧孫子，累到身體出問題，而男方可能還覺得這是應該的。這種我家本來就窮，你當初知道的心態，只會讓問題越來越嚴重。第一，很多男生從小環境差，習慣把娶好老婆當成改變命運的方式，把責任往女生身上推。第二，女生太重感情，總想我多付出一點，她就會感動，結果善良被當成理所當然。第三，社會上還隱覺得女生嫁得好就該多承擔，忽略了婚姻應該是互相扶持，而不是單方面托舉。這位女生33歲，條件不差，完全可以過更好的生活，卻因為一時心軟，陷入這種不平等的婚姻。那我們該怎麼辦？首先，趁早看清現實，結婚前就知道對方家庭條件差，婚後又不願共同面對，那這段婚姻從開始就是不對等的。問問自己，我願意一輩子當這個家的經濟支柱和免費保姆嗎？第二，設定清楚底線，不是不幫男方父母，而是不能無底線犧牲自己父母的晚年。像他提出的方案已經很合理，如果對方連這點都接受不了，就必須好好談未來養老、醫療、孩子教育的分擔方式。第三，勇敢保護自己，33歲不算大，還沒生孩子，現在止損還來得及。條件好的女生完全可以找態度平等、願意共同努力的對象。這位女生最後決定，我明白了，下周就去辦離婚手續，不先告訴父母，先斬後奏，以後再慢慢疏導。博主替她鬆了一口氣，這是清醒後的勇敢選擇。姐妹們，婚姻不是慈善事業，更不是一個人無限付出的舞台。愛情很重要，但現實條件和對方的態度決定你後半輩子是輕鬆還是沉重。真正的婚姻應該是2個人一起往上走，而不是一個人拼命托舉另一個家庭。千萬別委屈自己去成全別人的家庭，你值得被平等對待，也值得過輕鬆一點的日子。如果你也正陷在類似困境，別慌，停下來好好想想，我現在的付出換來的是幸福，還是越來越重的枷鎖？日子是自己的，勇敢一點，未來還很長。願每一個重感情的姐妹都能被這個世界溫柔以待，也學會溫柔以待自己。